有时候吃美食不只是为了味蕾的满足，更像是一场深入在地的文化旅程。透过一道道的料理，我们看见一座城市的记忆、世代的坚持与那说不完的故事。这一期，我们再次走进我们越来越热爱的城市——基隆，一个对自己饮食文化充满骄傲与认同的地方，甚至是北部最能代表在地美食精神的城市。过去我们拍过10几集与基隆有关的内容，但每次的再造访总能挖掘出更多惊喜。我们特别以基隆1甲子以上的老店为主题，展开一场美食遗珠之旅，全部都是60、70年以上的老味道、老地标。每一间店背后都藏着一段与城市一同走过的岁月故事。这里是那种随便转个弯就会遇到1甲子老店的城市。不知道住在基隆的你，或是和我们一样深爱这座城市的朋友们，吃过这些老味道吗？那些藏在街角的故事，你又听过几个呢？这一间是稻香轩，它是已经将近70年的老店了。它的 Google 评论呢不是很高，3.7分，可是你经过它呢，就会知道它其实蛮厉害，因为里面座无虚席。再来是说它的台面处理得非常干净。像我们今天呢，大概是1点左右到达，它2点休息，可是东西几乎都卖光光了。比如说呢，我们今天想要吃玉米鸡，它玉米鸡也没有了；想要吃广东干面呢，它也是说他们只剩细面而已。不过听说这些都很好吃。我们来基隆这么多次，但一直以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都还没吃到，就是广东面。你查这家餐厅的时候呢，是不是有查到一个部落客？他说他最爱就是这一间的广东面。我很喜欢看那个部落客，因为他吃的东西口味很合我的口味。那他大概吃了10几次，在我眼前出现10几次，我就决定来吃，因为他说这一间是他吃过干面里面最顶的一间。除此之外，我听你讲完，我打开 Google 评论，第一个跳出来评论呢，就是那个人说他吃这家的馄饨汤，他也觉得是基隆最顶。干面等不了人，赶快吃！赶快来吃一下。哇，你刚刚在拌的时候就好香哦。这个也算是广东面，只是它是细面。那广东面有一个特色，就是说它有一点带微黄，然后吃起来有点碱味。但是我吃起来我是觉得没有啦。他们说在制作这个面的途中呢，会加入一些鸡蛋或是鸭蛋。这面体啊，很扎实，很 Q 弹。再来是我觉得它的酱呢，其实不是给的非常多，可是它紧紧的扒住了每一根面条，吃起来很够味。我们在基隆其实可以看到蛮多的广东面，那其实跟基隆过去的历史有关系，因为基隆它其实就是一个港口嘛。那当时呢，也有一些广东移民呢来到这个地方，虽然说人数不是非常多，可是它也多多少少对这个地方的饮食文化带来的影响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基隆可以看到真的是非常多的面食。我们从这个面可以看出它非常的简单，就是酱油、猪油，然后猪油香气非常的香。那其实呢，早期在这边很多码头工人啊，他们早上都是要吃那种简单然后很好吃的东西。那像这种东西就非常符合他们的那种饮食习惯这样子。通常广东面在基隆的做法呢，就是猪油、油葱加上豆芽菜，有时候再加一点酱油。那我们吃的这一家呢，它是有加上一些甜辣酱，是一种很简单却不简单的味道。这个超好吃的，我好喜欢哦。讲着，其实这个面就要吃完了。我必须老实说，就是这种干面在台北完全吃不到这么好吃的，真的。虽然得罪人，但是我这句话出来，我背后整个发毛。你要得罪多少台北？同样的这种干面我们来吃一下这个馄饨。我完全可以体会那个人评论说什么基隆最顶。我是没有吃过基隆所有的馄饨，但是真的是在我很多地方吃过的馄饨里面，它有够好吃的。首先，它蛮大颗，那大颗当然不是好吃的重点，咬下去那个猪肉的甜香咸香啊！我跟你讲，它蛮大颗，就是它是小馄饨中 big size 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它的皮是属于有 Q 弹性，不会烂的那一种。这碗汤真的是超优秀，它里面那个榨菜真是画龙点睛，尤其是它那个汤底的猪油是很甜香的，然后加上它那个馄饨啊，那种咸香啊，哇，这个是每一个都缺一不可
哇，来吃一下它这个唯一剩下的软丝。他们这一间的小菜也非常出色，听说粉干，然后玉米鸡都非常出色，可是今天没了，那这个也是很出色，我们就吃吧。就来到基隆一定要吃海鲜的，哇，它这个切的很厚哎，而且超级新鲜。海鲜只要新鲜就没什么好说的，甜绵牙。那我唯一能够称赞就是它切的厚度，这个厚度会弹你的牙齿跟嘴巴。它吃起来有先脆后弹，对，酱也很好吃。真的有够新鲜，好好吃哦！我现在更期待它其他的什么玉米鸡什么的，因为这个这么好吃的，竟然还可以卖到最后还有剩。那我们就下次再2把好了。好。这一间是活力站蒟蒻屋，70年老店呢，在地人呢从小吃到大。那这边呢评论呢，负评也是有一些，那大部分是来自于排队排到生气。那像这种店我们最喜欢，因为呢表示队伍排很长，然后你要放弃又舍不得，才会这么生气，这么扼腕。还有就是大姐比较有个性，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比较忙，所以口气会比较直接一点这样子。如果他太亲切，每个人多问一句，这个队伍可能要多1倍。对，然后他这一碗好大，我们现在来试试看。看我们点了哪一些料，绿豆、薏仁、番薯，还有玉帝圆。可惜是我们今天想要点粉果已经没有了。哦，先小口吃，太大口头会痛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有没有吃槟榔吃的太大口，然后头很痛的感觉？我先从薏仁跟绿豆开始吃起，真的只有咪咪常常可以形容哎。然后它的薏仁呢，就是不会过辣，还保有一点点口感，好舒服。地瓜呢也是已经非常的松软了，而且甜度超高的。我比较少看到冰店呢有给地瓜，大部分传统的冰店都是给芋头比较多。我们来讲一下玉帝圆，它的话呢是还蛮 Q 的，而且里面可以吃得到一些纤维，手工感还蛮重。但是因为我们吃过太多优秀的了，这个我大概是给它80分，算是一个有礼貌但是又不失尴尬的分数。其实我们标准蛮严格，因为我觉得最顶级的玉帝我们大家都吃过了，真的是好吃，只是说跟其他优秀配料相形之下呢，就是有点失色。我觉得这一间的特点就是它很大碗，而且很多评论都告诉你说要2个人吃1碗，真的要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它这些传统配料，像是薏仁啊，还是绿豆啊、地瓜这一些，都非常值得点，因为在外面比较不容易吃到这么传统的口味，非常的棒。我觉得它的黑糖啊跟炼乳搭配起来也是非常的厉害，尤其是黑糖很香的。但是很甜要注意。但你觉得不腻？我觉得不会腻啊。对。这一间是老店豆干包，它在流民船路上，已经经营超过60年喽。现在来吃吃看它怎么样。看到这东西呢，有一点熟悉感，它长得跟我们淡水阿给好像哦。它其实就是在那个豆腐里面呢包绞肉，然后外面用鱼浆包起来。那阿给是怎么样呢？在里面豆腐里面啊包粉丝，然后再用鱼浆去封口。一口吃下去，先吃到豆腐的细致感，再来你就可以感受到鱼浆的鲜甜。那我吃下去呢，就我觉得有好几种食物的身影在里面。一个就是它长得像我们刚刚说的淡水阿给嘛，然后再来就是咬下去之后有福州鱼丸的香气跑出来，鱼浆真的感觉还蛮像的。我们刚刚说广东面是广东移民带来的饮食文化，那这个豆干包呢，其实就是福州移民带过来的饮食文化在地生根的产物。为什么说它是在地生根的产物呢？因为福州那边本来没有这道菜，但是那边呢有豆腐香肉啊，油豆腐包肉，可是外面是没有裹鱼浆的版本。那后来呢，最刚开始来到基隆的时候呢，它是用豆皮去裹肉啊，因为码头工人他体力的需求，所以把豆皮改成更有饱足感的油豆腐，然后包上鱼浆。那同时呢，也可以降低生产的成本。那这道菜呢，就这样生成了。其实它就是融合了福州鱼丸外面的鱼浆包在外面，然后油豆腐香肉这样子混合在一起的，很酷哎。它刚吃起来啊，外层真的口感非常像福州鱼丸，好吃好吃。我觉得我更喜欢这个胜过阿给。我们都忘记一件事，基隆的鱼浆也是非常厉害，所以这道菜啊，等于是把基隆特色跟福州特色外面的融合在一起。
在来到远东泡泡冰，它从1955年开业到现在，今年刚好是70周年。然后我们一进来呢，就看到它有出一个70周年的纪念口味，叫做木瓜牛奶泡泡冰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直接点起来了。你知道我是一个很讨厌吃木瓜的人吗？我知道。但是我却可以接受木瓜牛奶，因为主要是木瓜它吃起来有一个超奇味，但是你加上牛奶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很完美的融合掉那一些东西，把浓郁的部分留下来。那这个呢，它吃起来就非常的木瓜牛奶，就是木瓜牛奶原原本本的就拿去结成冰，没有再加其他的东西了。这看起来其实还蛮像泰奶口味的那个样子啊。看哦，从这里面呢就可以看出木瓜的纤维真的是非常真材实料在里面的。而且说真的，泡泡冰我们也吃过蛮多家的，这一家的质地真的是我觉得很像泡泡的，很绵密耶。真的，它就是有那种空气微微的气泡在里面这样子。然后我今天这个口味也非常喜欢，因为它那个木瓜的纤维在里面打得细细的，可是又让你觉得有存在感，很好吃。就算是个木瓜牛奶，我也觉得它是个配方调整得很好，而且甜度也很刚好的木瓜牛奶，好好吃哦。据说远东泡泡冰呢是泡泡冰的创始店，它原本是在远东戏院的对面嘛。然后老板呢是看客人每次刨冰拿来啊，就是跟料拌匀在一起。他想说客人这样做，那我也这样做试试看好了。结果没想到他搅拌之后呢，这些冰呢它产生了绵密的泡泡感。但是呢，他当时也没有想说要把这个冰曲叫做泡泡冰，是因为客人吃了之后呢，觉得这个口感真的很绵密，很像泡泡，所以就昵称它叫泡泡冰，从客人的口中流传下来的。所以才有现在大家说的泡泡冰这样。我们吃起来真的有那种泡泡的感觉，绵密感、空气感。而且这一间是我吃过最有泡泡冰的那种泡泡感，好厉害，好吃。挖给大家看，从画面上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，我觉得是有，就是气泡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在安楼咖啡这间店呢，虽然不算老店，它是2021年才开业的，但这个房子呢，确实是个老宅，已经有70年以上的历史了。我们今天前面吃的很多的店家呢，它的岁数大概都是落在60年、70年这个附近。那我觉得这间房子作为这个年代的代表呢，真的是见证了基隆的一个历史啊。取餐方式超酷的，这边有个电梯，然后餐点会自动上来，你就在那边等你的餐自己拿。我们的餐点上来了，他们的咖啡还蛮有特色的。我们点了一杯西西里咖啡，还有一杯叫做苹果冰美式。然后它其他的咖啡呢，也有一些，比如说加入了葡萄柚的元素，然后加入了柳橙的元素等等的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可以试试看。然后另外还点了一个甜点，这是小乌龟，超特别的，看到它让我想起米菇或是昂菇贵的东西。这支名字很长，它叫做乌龟草莓起司冰淇淋麻薯最终。那我们先来吃吃看。它的草莓冰淇淋非常酸香，那令我比较惊奇的是，它的麻薯不会粘牙，粘牙的是最终饼，粘在我的牙齿上面了。我也是，对，还蛮特别的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就我觉得也有点像是我们在喜宴上会吃到的那种点心。可是它里面那个草莓味很重，我觉得算是蛮有创意的，因为在这个场域里面，它融合一点现代、一点传统的感觉，是一个还蛮新奇的点心。那我觉得看它其他的点心，感觉蛮出色的，只是我今天已经有点饱，我就没有点其他的。我们换个位置来喝咖啡，因为这间咖啡店其实每个角落都很漂亮，想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杯咖啡呢叫做苹果冰美式，我们刚刚喝了一下，发现它有果香的那种柔和感加在咖啡里面，但是却没有甜腻，很像果汁跟咖啡的综合体。这一杯是西西里咖啡，我刚刚一直说他想要喝这个，我本来不太想点，因为我觉得每一间咖啡店几乎都有西西里咖啡，有什么特别？就我刚刚一喝，哇，超惊艳耶！它的果酸香很明显，你可以喝得到柠檬的那种一点点的酸涩味。这间的咖啡也好喝，非常厉害，而且环境也很舒服，推荐。
这栋老屋本身的楼梯结构还蛮有趣的，尤其是你可以从低的地方呢往上拍，然后可以拍出整个楼梯的线条，非常的漂亮。像我现在在这里，其实往下看是有一点恐怖的，请大家要注意安全。我往上看也有恐怖的感觉，可是就是一种怎么讲，很有趣的感觉。它的线条感非常的漂亮。在墙壁上面发现一个梯形的东西，它应该从前是个楼梯的结构，那现在应该楼梯就是改到刚刚那边去了。这间咖啡店的平面面积虽然没有很大，但是我觉得整个空间里面充满了细节，像是在这个小小空间里面啊，竟然还有绿意，有一棵小小的树，后面还有窗花。那当光线洒下来的时候呢，透过这个镂空的窗花再打到树叶上，真的超级无敌漂亮。你真的很喜欢这间，你这间的篇幅给的太多了。在安楼咖啡的旁边是他们所经营的民宿，上面写的许正灿内科医院。其实，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呢，大部分的时间呢，它都是属于这个内科医院还有医生的住所，包含我们刚刚喝咖啡的地方呢，也都是内科医院的范围。这一家是安一五郎海鲜店。他在这边经营呢，已经有超过60年了。其实我觉得一家海鲜店啊，要经营超过60年，真的是蛮不容易的。就算你现在是80岁啊，你也是从小吃到大的。它为什么叫做安一五郎？我们本来猜测想说，是不是跟日本的名字有关系，像毛利小五郎这样子。对，可是人家没有小，我们刚才一直念错什么？然后来看到门牌就懂了，因为它在安一路上，然后老板是排行第5，所以叫安一五郎。我原本有在猜测是不是人家来的时候，然后看到这边没有人，然后就说安五郎不？中年男子的笑话。这家店啊，它的鱼货都是当天从卡马丁进过来的。其实这个地点它就离卡马丁还蛮近的，完全就在隔壁而已。对，然后它这家店就是因为每天会进来什么鱼货不一定，所以它没有制式的菜单，等于就是说，你就直接到橱窗去看，有点无菜单料理的感觉。对，你就问说，今天有什么？他也会推荐，今天什么很棒，那你就点。对，然后用什么料理方式好吃？哦，我最喜欢这种了，我们赶快来吃吃看。先从这一盘河豚皮开始，大家点到河豚皮，应该都会像我有一样的疑问，就是说，这个台湾海域的河豚皮河豚是不是比较没有毒？然后老板说，对，他们其实处理过很多了，所以真的是没有问题。我爸之前光听到河豚2个字完全不敢吃，他平常都是那种生死看得很淡的人，然后看到河豚皮，他怕的跟什么一样。可是不可以让我爸看到这一集，他一定会看，吃吃看，这么好吃。眉毛皱在一起，它完全就是胶质。那入口的时候呢，有一个还蛮重的酒香在里面，就完全是我很爱的那种味道，那种口感。这个胶质超棒，因为我们吃到其他种类的胶质，有时候会带些许腥味，或者是会有油腻感，这个完全都没有，这跟果冻一样。我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河豚，但是河豚皮这样吃，好好吃，超级好吃。它的口味也很棒。它那个胶质，我觉得可以比一些猪脚的都还厉害了。真的要来试这一道，一定要吃。这一道是炒龙肠，龙肠的话就是慢波鱼的肠子，来试试看。今天就是一个胶质之旅嘛。没有，它是脆脆的。你看它白白的，跟花枝类很像，可是它的脆度其实口感又跟花枝不太一样，而且更扎实一点。对，那这道虽然也是炒的，可是跟上一道呢炒的口味又不太一样哦。那它的口味不是淡而无味的那一种，但是又很保留食材的原味。对，它其实目前我们吃到两道菜啊，它的调味都不会很重，可是它都很凸显它海鲜的鲜度。目前2道都超赞的。这一道是凉拌海菜，刚刚老板有跟我介绍说，这个可以用炒的，也可以用凉拌的。那我想到现在天气蛮热，就来吃个凉拌。它吃起来非常的开胃，很滑嫩，然后带点微辣，非常的开胃，有点像点辣类似那一种的做法。可是它的味道是我觉得很平衡的，很好吃这边的调味我也非常的喜欢。这一道是墨鱼香肠，我们一般在外面看到，只要它黑黑的，我就认定它是墨鱼香肠但它里面呢，真的这个白白的部分有够多了，有够真材实料啦。
我就是看到照片叫你说，你一定要点这道，一定要点这一道。它皮是有点香酥的。对，我很少看到这么真材实料的墨鱼香肠。好香哦！哇，这个我觉得基隆人太幸福了，因为你家隔壁就有一间这样的店，太爽了。赶快吃一下，因为里面的料真的很多，所以咬下去空的。我刚刚看到你的那个眉毛，我想说发生什么事，是怎么样子？遮起来不给你们看。就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哇，就是好吃这样。这一道是安康鱼汤，我刚好问老板说安康鱼怎么吃会比较好吃，那老板呢就跟我说，如果你是第一次吃安康鱼的话，他会建议你煮汤，因为这样你可以吃得到安康鱼最原来的鲜美的味道。那其实我们不是第一次吃安康鱼，我们之前有吃过炸的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吃炸的安康鱼，因为它那个胶质炸起来有点像是麻糬，然后炸到外皮酥酥的，然后有点黏牙的感觉，其实也很好吃。我们来吃吃看喝汤的怎么样？它看起来就非常嫩、非常 Q 的样子，细致 Q 弹啊！我想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表情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？有没有？如果你没有看他在吃东西，然后看他突然这个表情，是不是？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对，真的很好吃，它会出现这个表情是情不自禁的。另外来吃，它有胶质的部分，跟刚刚的河豚鱼皮又不太一样了。它的胶质是属于有一点韧性的那一种。没错。真的要相信老板娘的推荐，它做成汤呢也是非常清甜的，而且它的胶质也是完全没有腥味那种。的确是，安康鱼虽然长得很丑，可是它做汤也很好吃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可是我很好吃。我们吃饱结完账了，刚接下来呢，总共是1070，我有点吓到，因为我本来觉得说，如果1200到1400是我觉得可以接受的价格范围，结果它才1070。那在评论上面，对我们台北人来说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价格。对，可是评论上面也有人说它贵，那对台北人是这样，那基隆人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想法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对，不过就是给大家自己判断，但是我们自己心中觉得好吃又划算，值得。如果在我家旁边的话，我大概2-3天就来吃一次了。到了该总结的时间了，我们今天在基隆呢进行了一场遗珠一甲子老店巡礼。为什么说遗珠呢？老观众都知道，我们在基隆拍了真的是10几集。那今天的店呢，都是之前没有拍到过的，然后刚好把这些一甲子老店呢都凑在一起拍一集。那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这个系列？如果喜欢的话呢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之后呢可能会再去找一些更老的店。说真的，60年老店在基隆，我觉得应该算是青壮年而已。基隆老店太多了。今天除了美食之外呢，我们也分享了一些店家的小故事给大家。因为我们拍美食这么久了，有时候觉得说，如果可以再知道一些故事啊，其实会更有在这个城市里面呢，更了解它的人文的感觉。我们吃了这么多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在基隆吃东西就是只有好吃、很好吃、超好吃3种等级而已。那其他不好吃的话呢，讲真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普通，可它在基隆可能生存不下去，因为基隆人的标准真的太高了。今天这一集呢，当然没有办法一次把所有的老店遗珠都拍出来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推荐的，欢迎在留言告诉我们。还有，如果你知道一些基隆的小故事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对啊，我们之后有机会就来拍给大家看。那如果有外地，也是很推荐大家跟大家推荐给我们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，大家拜拜。